来了，谁啊？兰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姐，啊？切，老娘们来了。谁？老娘们。兰兰怎么在你这儿啊？我回家之前来看看我姐，不行吗？来，你回屋。有什么事儿吗？唉，刘明让我给你送来这个。你看看吧。连个面都不照，就想这么离啊？他不会再回来了，除非你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他回来领离婚证。再说了，你们就这么拖着，有意思吗？我跟他爸商量过了，如果你同意，我俩咬咬牙，从我们的退休金里挤2万块钱给你，算是对你的人道主义补偿。人道主义补偿，这都哪儿学的大词儿啊？你们是不是还觉得自己挺大方的呀？那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？被他转移走了，就这么算了？说话得讲良心，你们有什么共同财产啊？啊，这几年你们吃的花的，哪样不是刘明挣的？一整天吃香的喝辣的，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。哼，现在凭什么夫妻共同财产？都是他挣的吗？他刚开公司那会儿，几个大客户是靠谁给他联系的？还不是靠我爸吗？就算钱是他挣的，只要在我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，那就属于我们夫妻共同财产。我跟你也说不着。他要是想离婚，你就让他回来，我跟他面对面的把这事儿聊清楚了再离。我英子，你就这么赖着有意思吗？太有意思了，我原来还不知道这么有意思呢，现在才知道这么有意思。你既然来了，就麻烦你转告给刘明，我已经跟法院起诉和他离婚了，让他马上回来应诉，否则法院找不着人，公告送达，到时候开庭他不在，审判结果对您宝贝儿子不利，您可别怪我。你也真下得去手。罗英子，我劝你啊，还是在这上面签个字。2万块钱呢，我已经带来了，你只要签了字呢，我就给你，否则啊，这2万也没了。签不签？为老不尊，赶紧跟我走。罗英子，我说你家教不好，还真让我说准了。你们现在还没离婚，我还是你妈，你就别逼我。你干嘛呀？这是，啊？你疯了吗你？那我先走，协议留在这儿，你再好好想想啊。给你3天时间，过了3天，这2万可就没了啊！就3天。那个，别着急，喝口水，慢慢说。那个骚货呀，虽然是死在我们家里的，但是真不是我男人杀的。哎，孙女士，
在法庭上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，有事说事，别用侮辱性语言，对你丈夫不利。行，我记住了。但是大福是被冤枉的。孙女士，虽然你丈夫婚内出轨，但是你还能为他开脱，这样的态度很好。如果你能够积极地对受害人做出赔偿，争取受害人家属的谅解，那么将来对你丈夫的量刑将更有利。可是人真不是他杀的呀！孙女士啊，您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吗？这公安局不是说那个人是3点多钟死的吗？可是他那个时候吧，跟我在我们老家，我们家老家呢，到这个城里有好几10公里呢，那怎么可能是他杀的呢？您是说，案件发生的时候，您丈夫是跟您一起在您娘家？对呀，就那个骚货不是就那个女的啊，这不是跟他通奸嘛，我就特别生气。然后呢，头天晚上我就给他吵起来了。这一生气，我不就回娘家了吗？我打工的那个饭店，当时就打电话到我们家找我。这大福就害怕我被那个给辞退了，然后他就到家里来找我来了。他到的时候吧，是3点钟，对。然后我们2个就在那个山上说了阵子话。我这不是生气吗？他叫我回来，我就不肯跟着他回来呀。然后他就自己走了。那他走的时候，4点钟，没错，就是4点钟。他到家的时候，那一看那个女的已经躺在我们家地上死了。你说要是他杀的，那3点钟怎么可能嘛？您看我理解对不对啊？也就是说，当时您生气，然后您爱人就去您娘家找您去了，然后后来对。孙女士，那么警察调查的时候，你把这些都说了吗？我说了呀，他不信啊。为什么不信？就说我包庇我男人，然后还说那个我提供的这些东西，就他推翻不了，就是他们说的那个。那你说，当时你丈夫跟你在一起，有什么证据吗？哎呦，韩律师，这要有证据不就好了吗？就当时他到的时候吧，我正在那个山上干活呢，我们2个就。孙女士啊，你们在山上的时候，有人看到你们吗？好像没有。那你回家的时候也没跟家里人说过？我哪敢说呀？就我爸我妈就知道他在外头。好了，孙女士，情况我们都了解了，请你相信，法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我们还要研究为你丈夫辩护的思路，就不留你了啊。再见。那个小罗，你送一下孙女士。不是那个韩律师，这还没说完呢。罗律师，你说我们大福没什么太大问题吧？孙女士，您回去再好好想想，看看谁能证明您说的话。如果能证明您爱人在那个时候就在您娘家那边的话，那他就不会杀人，这案子他就有希望了。行，罗律师，那我谢谢你啊，我先回去好好想想啊。那我先走了啊。韩主任，我总觉得吧，这个案子有问题。那当事人婚内出轨与他人通奸，那最应该受伤的是他妻子，可他妻子现在坚持他无罪，就这一点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吗？你懂什么呀？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。她的男人出轨不假，可是她男人还是她孩子的爹。现在那个女人死了，对家庭的威胁已经解除了，真遇到事儿上，她当然要护了她的男人了。大刑事案，不要有多余的动作，就在检方提供的证据证言里寻找到对被告人有利的地方就行了。具体到这个案子，咱们可以在受害人也有过错，被告人是激情杀人，系初犯，且认罪态度良好几个方面辩护就行了。有了这几点，不被判死刑的可能性就会很大。咱们能为他留住一颗人头，也算是尽到责任了。赶快去写吧，明天咱们去会见被告人。明天？
梅先生，我来看你来了。我给你带了好吃的。活过来了。那总得活下去啊。我已经起诉离婚了，不过离也没什么可离的。他把所有财产都转移走了，但是还有2套房子，我要争取到手。对了，雷先生，我呀接了一个法援案，然后呢写了辩护词，但第一次写，我怕写不好，请您给我把关。刚到律所，就接到法援案了。韩主任给的，其实是我管他要的，他就给我这个了。故意杀人案，见了被告人了？没有，韩主任说先写好，然后等开庭前去见见被告人就行。还没见被告人，辩护词就写好了？我看检方的证据挺充足的，而且韩主任说这个你就是这样对待法律的吗？主要因为是韩主任说的。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职业，你还不如不做。你这不是草菅人命吗？对不起，李先生，我错了。你错哪儿了？我说你2句，你还把责任推给别人。一个人失去了人身自由，失去了对外联络，他能依仗的就是律师啊。可你们连他的面都不见，就把辩护词写好了。你们这种人啊，就根本不配做律师。活该我。主任，头一回见被告人吧？是。现在比以前强多了，警察不会在场，也不会录音，但是会有监控，所以现场还是要注意记录。好。他怎么又来了？我不去。哎，先安排会见了。韩律师啊，我找到证人了。找到了啊，对，而且还找到2个呢。就我们那个邻居，他们不是在山上承包那个果园吗？就那天刚好看见我男人了。韩主任，就这些。啊，就这些啊。你们都记下来了？哦，记下了。还有吗？没了。哦，那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讨论，就不留你了。哦，对，还有一个事儿，就是你看看，你帮我把这封信转给他。这不行。不是，其实这个信的内容没什么，就几句话，主要是告诉他那个孩子在家的状况都挺好的，别让他操心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在那个法庭上不该认的千万别认。好，这样，这封信就留在我们这里，好吧？我们还要讨论案情，就不留你了。啊，行。好，再见。哎呀，各位。那个我们家大福的命就交给你们了，拜托了，谢谢啊！放心。哎，我送您。啊。罗英子。啊。回来，把门关上。韩主任，如果找到了证人，那就说明王大福没有作案时间，是不是就可以翻案了？把门关上。来，坐。你昨天送他出门的时候，是不是嘱咐过他，让他寻找证人啊？是，他昨天不是说王大福当时是跟他在一起的吗？那你想害死我呀？学了几天法律啊？前律所就没你能了，是不是？韩主任，我你什么你？
你知道你现在这行为会害我进监狱。韩总，我不懂。你不懂。秋华，你解释给他听。证人证言其实是很不可靠的东西。孙小娥一心救夫，又知道有另外证人的重要性，她肯定会找同村人帮她做伪证的。乡里乡亲抹不开情面，就答应帮她作证。但这种证言是经不起法庭之证的。等这些出证言的人见到警察，知道做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，那很有可能就会改变证言。你想想，等他们见了警察，知道做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，他们会把做伪证的责任推给谁？知道刑法有个第306条吗？知道。在刑事诉讼中，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毁灭、伪造证据，帮助当事人毁灭、伪造证据，威胁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、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；情节严重的，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条儿背得挺熟啊。梅大良是你的老师吧？知道梅大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？这个律所，就是她和她的丈夫于大良，还有方丽红他们一起创办的。后来他们夫妻接到了一个案子，自以为掌握了足以推翻案件性质的证言，结果到了法庭上，证人一口咬定是他唆使他们做的伪证，他的当事人也在法庭上说是他教唆他们改变的有罪供述。他们被诉触犯了刑法第306条。梅大良也被吊销了律师资格。梅大良原来叫梅琴，是为了纪念她的丈夫才改叫现在这个名字的。你们还年轻，记住，作为一个律师，他的第一个对手是他的当事人，其次才是对方代理人，最后才是法官。记住了？记住了，师傅。就华看家，小楼跟我走。哎，师傅，这个不帮着转了吗？这个要是让那个法警检查一下、看一下的话，我刚才看了都是几句家常话。那个，您说这要是给王大夫看了，没准还能安抚他的情绪。不行，我警告过你，不要做多余的动作。这封信秋华存档。王大福，我们是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给你的律师，我叫韩志通，他叫罗英子。你同意我们做你的代理律师吗？同意。律师同志，这人真不是我杀的。把代理书让他签字。这是您的委托书，您看看，如果您同意的话，不用看，我签。我们就可以做您的那个辩护律师了。然后，我们的代理义务是到一审结束。啊，没问题。我说律师同志，这人真不是我杀的，这真跟我没关系。你记录。我承认啊，就是我跟那个钱爱莲这关系，有点不正当，但是他是老逼着我离婚，我就不理他。